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上有佛眼纹的人生活富裕，女的能旺夫。有一种纹路是代表着聪明智慧高的，这个纹路就是佛眼纹。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二节手掌虎口处的横指节纹呈几个眼状纹。佛眼纹位置位于大拇指第二节手掌虎口处的横指节纹呈几个眼状纹便是佛眼纹。佛眼纹解析。佛眼纹又叫孔子眼，这是一种很吉祥的手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若是拥有这种手纹，都象征着衣食无忧。女人拥有佛眼纹还代表着旺夫。佛眼的好处。拥有佛眼说明你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感知能力特别的强，很多时候凭着第六感的感觉得到很多的好运。佛眼的纹路与佛眼纹、佛眼线、佛心纹和念力相呼应，常常能靠着这敏锐的直觉趋吉避凶，如同神佛一般的能力。拥有佛眼的人不仅有很强的感知能力，在记忆力方面也相当的出色，就如同拥有着超能力一般。5根手指代表什么？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均有五行属性，5个手指也不例外。中医来看，5个手指为五脏之端，是人体经脉的出发之点，是阴阳交汇之所。而从命理角度看，宇宙间的万物都具有全息性的特点，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人体内的每一要素和区域与人体系统中腑脏的任何变化，都可以通过体表的生物特征反映出来。手指作为与人体各系统联系最为密切的器官，自然能准确而及时地反映机体内部的活动状况，成为人体健康和运气的晴雨表，同时反映出人体尚未呈现或暴露出来的种种潜在的疾病和人生危机。从命理五行来看5个手指，5个手指各藏玄机，从手指的长短、形状、润泽程度可以透视你的命运。现在我们就一一来看。大拇指。大拇指五行属土，为坤卦，因坤卦主生育，故拇指主父母。人在幼年受养于父母，故拇指又主根基，主保护之神。大拇指应对五脏的脾胃，主意志。形状长大、坚挺、厚实、无疤痕、饱满润泽的人，代表幼年时期运势较顺利，成人后财运往往都不错。大拇指平薄且粗糙者，财运平平。大拇指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可看到父母遗传。第一指节代表意志力、恒心和耐性，第二指节代表决断力、适应力和智力。大拇指两指节相等者，表示本人意志力与决断力均衡。大拇指第一指节代表意志，第一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坚强，不怕失败，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大拇指第二节代表理性，第二节过长的人智慧高，聪明过人，思路清晰，理解力强，冷静沉着。第一指节长于第二指节的人，表示其精神与人格受母亲影响较大；第二指节长于第一指节的人，表示其精神与人格受父亲影响较大。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大拇指与其余4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个性越独立自主、积极负责，不喜欢被拘束，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反之代表保守、依赖，缺乏开创力。食指。食指五行属木，主肝胆，主魂魄。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自尊心及胆量，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具有企图心，有胆量。很多军官警察就是这种手指。食指形状端正、秀长、润泽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事业顺利，对感情也能认真负责。财运方面，食指长的人一般财运不错，是相对于自己的中指较长或较短，但敢赚敢花，很难留住钱。食指较短的人有一些缺乏自信，责任感不是很强，没什么野心、上进心。正因如此，在职场上的表现也不是很出色，同时与身边朋友、亲友的关系也算不上很好。食指歪者，歪向外而离中指，主贫；斜者，斜向内而傍中指，主衣食不缺，但不免奔走于四方。食指小者，不断变更衣食之地而不得其所；兼削者，败穷；短者克妻、畏妻，一路不足；曲者劳碌江湖。
凹者孤独，伤者无成。3. 中指，中指五行属火，主心脏，主灵。中指也称土星指，为五指中心，象征自己的命运，主知识修养，先天的悲观成分，处事的态度稳健、谨慎、思虑、抑郁、孤独等。中指指节上最要明洁润泽，但有重纹者，嗔中得意，亦不免惊惧多是非的困扰。邪者亦功名中失脚，反者孤身贫乏，百事难成，谋远而成疏。中指形状端正秀长，饱满润泽，不歪斜的人，中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婚姻幸福，配偶条件好，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此外，也代表心思细腻，能坚持到底。中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阻塞，健康不佳，有依赖性，容易见异思迁，不能坚持到底。中指如果生得过短，代表做事缺乏耐性，容易冲动，则影响个人成就。所以这种人需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绪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4. 无名指，五行属金，无名指主肺金，金为秋，秋主收。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此指为兄弟、夫妻、骨肉，是看40岁后的祸福。若歪斜，主兄弟骨肉隔角，妻妾行伤。无名指亦要明净，无重纹者为佳。无名指的长度要到中指的第1节中线才符合标准。无名指过长的人，优越感重，喜欢艺术和冒险，甚至好赌，不太把钱财当回事。无名指过短或者缺乏对生活艺术鉴赏能力，生活也比较的乏味。同时在健康上也表示为先天元气不足。无名指靠向中指，代表该人容易在立场不同之时坚持己见。无名指靠向小指，小指代表财富。无名指靠向小指，代表懂得用艺术来赚钱，也代表有着独有的艺术眼光和审美观。而无名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则代表壮年时期运势欠佳。5. 小指，小指五行属水，跟肾水有关。小指最要清秀，长而不斜，短而不凸，五指之中最为短小，代表子女、晚辈等，也是晚年的象征。代表一个人是否具有社交能力，主才学、财富和处事的手腕。小指越长，越代表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风格上也会更加圆润。小指最喜饱满、条达，长短粗细均匀，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如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小指饱满又修长，晚运安康，子女贤孝。小指与无名指明显分开，则表示不喜受到拘束，思想自由灵活，且有很强的自信心。小指与无名指紧靠一起，个性较不自信，容易害羞，需要别人的支持才能勇敢行动。6. 5根手指分别代表啥命运？人用手来劳动，生产物质，创造财富，故此论及一个人的命运，自然离不开手。从手相学的角度来说，影响运势的无非就是手型、手纹、气色、厚实程度等等。如果能有效改善这些因素，自然也能改善运势。1. 双手细长，乐善好施，能结善缘，福泽深厚。反之，双手粗短，通常贪恋享受，发展有限。2. 手指尖长者，男女通常聪慧；反之，手指短而粗壮者，往往愚蠢不聪。3. 手汗多为臭者，往往劳力者；手香暖者，通常为华贵之人。4. 手掌并拢有缝者，通常漏财；反之，并拢无缝，能守财。5. 掌硬又结实而圆者，多为愚昧；反之，掌软且方正者，多为贵人。6. 掌心四周多生横纹者，大多弱者寡谋，日子艰难，操劳辛苦命。7. 手像虎踞般弯曲，生活贫苦，若成年后手指折断，通常会贫病交加。8. 拇指强硬，不能挺直，微向内屈者，多为意志坚强者，有比较好的事业；但拇指虽坚挺，指端向指甲面削薄者，多为固步自封，难出头。那么生活中我们注重手的保养，手的润泽度就会变好，注意养生，让五脏更健康，手的厚实度、手纹就会减少。而良好的心态情绪会让我们的手相发生更好的变化。手指过短的，也可以通过适当的留指甲来化解；手缝过宽的，可以通过戴戒指作为弥补，从而让命运向更好的方向。相术学中，手相中指为龙，掌为虎，
龙虎相配，衣食无忧。龙长虎短，富贵清闲；虎长龙短，好事多磨。指掌相配，四指不漏，手不变形。一般情况经过努力，相对富足，衣食无忧。如果厚薄兼施，长短的配，富贵有成。一马平川，一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川是指的川字纹，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成。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感情线，还有智慧线，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手相中，称命运线为玉柱线，又叫事业线。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才能称为一马平川。手相中若有次现象者，富贵无疑，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二星环位于感情线上方，围住中指与无名指而成的弓形或者半环状的线带。一般来说，金星带起自食指指和中指之间，而延伸到无名指和小指之间者最为理想。金星环线条越长越有力，越深而宽，颜色鲜明清晰，不光长相好看，财运也不错。三、元宝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元宝纹是由2条或者3条主线，感情、智慧、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元宝图形。不论男女拥有此纹，一生钱财不断，衣食无忧。太阳线又称为成功线，无名指根部延伸的上升线，是人生成功的标志。不管从商还是从官的人士，手中出现太阳线，是人生运势成功的标志。四、钱财纹。钱财纹顾名思义，就是掌管一个人钱财运的纹路。钱财纹一般位于无名指与小指下面的位置。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心钱财纹多，则代表其容易获得钱财，这种人一般有好工作，事业上一般不会有阻碍，收入很丰厚，生活中是比较富足之人。五、夫眼。夫子眼代表非常聪明，有较强的管理能力。从古至今，一直有夫子眼者必定是文曲星下凡，再不济的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的说法。有些普通人也可通过后天的努力变得很聪明。第二，案例分享：男人手上经线一马平川，注定是亿万富豪命，一飞冲天富贵命。第一个，面骨宽厚，双饱满宽阔，体质佳，根基稳。嘴唇好在厚而上翘，是个阳光开朗之人。很多唇厚下垂带复传的香就不好了。女主还有大大的耳垂，福运不错。脸方之人，执行力强，做事雷厉风行，加上腮骨凸，做事有毅力，能吃苦。但耳廓凸、腮骨凸的人有些叛逆劲儿，做事有筋骨治人的胆大，易路锋芒犯小人。眉峰起角，眼稍掉，做事目的性强，行事大胆直率，有利也有弊，适合走在台前，利于事业职场。山根满，鼻头肉，中年财运旺，夫运也强。姻缘方面是敢爱敢恨的性格，急性子，遇见自己喜欢的对象会主动出击，眼带媚态，桃花也不弱，姻缘不会晚。鼻直心正，一旦婚后顾家专情。下颌宽阔有力，加上耳长下8兜，晚年运程长，可享高寿。第二个，天水水结合手，也是女人常见的手型，有木人的多思，也有水人的温柔。食指巽宫财位尤其平薄，财运一般，不过感情线身长有弧度。3大主线中，感情线最出彩，有望靠婚姻来催旺财运。生命线和脑线粘贴长，偏内敛谨慎的人，做事放不开手脚，不过做事计划性强，不喜欢突如其来的变化，应变能力少弱，比较适合做幕后工作，婚后也适合操持家庭和孩子。
因为生命线本身偏弱，体质一般，不适合在外闯荡。脑线也不强，独立能力稍弱。金星丘代表体质和根基，此处见制就像面相中额见制一样，说祖业难靠。从生命线初期锁链也看出出身家庭环境一般。下垂的脑线也说明是个偏悲观多思的人，注意增强体质，提升自信，运势才会好在。第三个，有点日系风的美女，卡哇伊的气质，面骨圆润，五官饱满，福运深厚。额高圆，早年父母关爱有加，耳高上提，聪明有灵气，早运不错。眉稍浅，和兄弟姊妹缘分浅，媒薄之人，情缘也薄，正缘难寻，加上面容姣好，卧蚕丰满，异性桃花旺，天缘干扰多。眉浅之人也有些薄情，俏皮玩心也重，青年时期感情经历丰富。不过鼻高隆，鼻头肉，婚后财运旺，夫运强，加上颧骨饱满有肉，鼻全的配，中年运势行得稳。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特别是易遭同性朋友妒忌，在感情中犯小人。矫情文也提示，即使婚后也不乏烂桃花干扰，一生桃花旺，婚姻想要稳定比较难。人中歪斜，子嗣不丰，加上奴仆宫凹陷，晚年易孤苦。第四个，长后直满，典型的土长，土人勤劳踏实，稳重顾家。三宫饱满，福运深厚。纹路看是典型的川长，川长是脑线和生命线初期分离，古代讲生命线是地纹，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脑线是人纹，代表自身，人纹脱离地纹，说明自身独立能力强，很早就脱离原生家庭独立。川长是优缺点明显的手相，优点是独立有主见，敢闯敢干，利于事业，缺点是小时候有些叛逆任性，行事容易仓促不加思考，成年后也是易漏锋芒少城府，易犯小人。生命线初期见横纹干扰，学业受限，事业线没有断开就好了。本来是一马平川的格局，对于男人来讲是非常吉祥的符合，事业格局不小，断开会有些影响。纹路偏深直，个性稍硬，加上川长大开大合的性格，易路锋芒犯小人，事业线断开和此有关。太阳线分叉也说明这点。第五个，额高稍窄，人是聪明人，但个性偏敏感，额窄之人也稍自信和活力，偏内向和多思之人。眉浓稍散，眉压目，易纠结眼前的得失，自尊心很强。印堂紧锁，思维格局打不开，表面不在乎，内心很在意得失。眼露惊恐之色，贵人难围绕在身边，田宅宫被眉侵，根基不稳，靠山不牢。不过眉浓之人重情正义感很强，做事有勇气和魄力，利于职场。加上权高，进取心强，容易在团队中脱颖而出。但不利姻缘，在婚姻中偏强势，家鼻偏弱，鼻权不得配，婚后夫运不强，靠自己操劳忙碌。鼻见孔，少城府和耐心，做事执行力强，但是少防备的心机，易路锋芒犯小人。不过人中身长，子嗣丰，唇阔带腹喘口，爱抱怨，家庭欠和谐。下巴兜而肉，晚年能享子孙福。第六个，长长指长，木水结合长形，有木人多思，也有水人的温和。食指巽宫财位饱满干净，正财旺，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这点从事业线身长也可看出。只是金星丘稍窄见褶皱，体质一般，根基不牢。从生命线初期锁链也看出，出身家庭环境一般，祖业难靠。生命线在22至35岁左右，见3条横纹，这个阶段经历人生3个关口，
第一关是学业关，中间那条是感情关，结合感情线导文后，有条下垂线和脑线接触，将感情不顺的能量传递到脑线，心理受创伤之后，脑线急剧下垂，也看出犯情伤导致。第三关是事业关，事业线中期裂缝，加上太阳线见斜纹干扰，犯小人导致事业受阻。过了这三关，生命线不久后见上升线，40岁开始，人生进入收获的阶段，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